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，这是一本《楞严经》啊，《楞严经》的秘密和它神奇的地方。为什么要学《楞严经》呢？《楞严经》在佛教中被视为一部非常重要且深奥的经典，它被视为佛教的第一大经。它的核心内容是揭示我们内心的真相，帮助修行者明心见性，认识到自性本净，从而达到觉悟。楞严经确实有其独特的神秘性和深刻性，这也是为什么它被视为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。关于楞严经神奇之处及学习其必要性，素有自从一读楞严后，不看人间糟粕书。楞严经深刻的智慧，楞严经详细地探讨了心识的本质，特别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之间的关系。经中提到的七处真心和十番显见，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辩证方式，引导修行者直指内心的本来面目，超越表层心念，直探真如实性。这种对于心性深入的探索，对于修行者理解宇宙人生、认识自己有极大的启发。楞严经深入探讨了人类的心灵和宇宙的本质，提供了关于觉悟和修行的深刻洞见。它不仅仅是宗教经典，更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哲学巨作。楞严经的智慧深刻而丰富，它不仅探讨了人类的心灵的奥秘，也揭示了宇宙的本质。心灵与觉悟，心性本源，心性是宇宙的本源，一切万物皆由心性所生，心性本质清净，但因妄念和烦恼而蒙尘。通过修行可以恢复心性的清净，达到觉悟。妄想与真实，人们常被妄想所迷惑，无法看到事物的真实面貌。楞严经教导修行者通过关照内心，去除妄念，回归真实。它强调一切现象皆为心的显现。了解这一点是觉悟的关键。宇宙本质，性空缘起和缘起性空是佛教哲学中重要的理论，主要来源于大乘佛教中的中观学派，特别是龙树菩萨的论述。这两个概念揭示了世界现象的本质与因果关系，并提供了对空和缘起的深刻理解。性空缘起是指因为一切的事物的自性本体是真空，所以才有可能依靠因缘条件而产生变化和显现。这里的空并非指虚无，而是说明事物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。正因为性空，事物才能够依靠各种因缘条件而升起。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？性空，一切法无固定、独立、永恒的自性，都是空的。这里的法缘起，事物的存在和变化依赖于因缘条件的组合，没有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的自性。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。一棵树的生长依赖于土壤、水分、阳光、种子等等因缘条件。如果树具有固定不变的自性，就不可能因为条件的变化而生长或死亡。正因为树性空，它才因为在因缘聚合时升起，在因缘散灭时消失。五蕴皆空，人类的身心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。楞严经详细介绍了五蕴的无常和空性，
帮助修行者破除对自我的执着，认识到自我虚幻的本质。一些简单的修行方法啊，定心修行，通过静坐冥想，修行者可以逐渐定心，达到内心的安定和平静。内心是觉悟的基础。通过不断的修炼，可以深入理解心性的本质。关照与智慧，经文中强调关照内心的重要性。修行者通过关照可以逐步去除烦恼，增长智慧。关照不仅是观察外在的景象，更是深入内心，了解心灵的运作。第二类，揭示心灵的奥秘。通过阅读和修行内眼经，修行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心灵世界，揭示内心的奥秘，从而达到自我进化和提升。内眼经通过揭示心灵的奥秘，提供了深刻的智慧和修行方法，帮助修行者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达到自我进化和提升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内容。心性的本质，内眼经强调心是万法的本源，一切现象皆由心生，心性本质清净，但因妄想和烦恼而蒙尘。通过修行，修行者可以恢复心性清净，揭示内心的真实本质。妄想与真实，人们常被妄想所迷惑，看不到事物的真实面貌。内眼经教导修行者通过关照内心，去除妄念，回归真实，了解妄想与真实的区别，能够帮助修行者超越烦恼，达到内心的平静。内观法，内眼经提供了详细的内观方法，帮助修行者深入观察自己的内心。通过内观，修行者可以识别并净化内心的各种杂念和执着，提升内在的觉悟和智慧。五蕴分析，经文深入分析了人的身心是由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组成，这些蕴的无常和空性，修行者通过了了解五蕴的本质，可以破除对自我的执着，认识到自我的虚幻本质，达到解脱和自由。觉悟的路径，内眼经详细描述了觉悟的路径，包括如何定心，如何观心，如何去除烦恼。通过这些方法，修行者可以逐步提升自己的内心修养，揭示内心的奥秘，达到觉悟的境界。自我进化，内眼经强调通过修行净化心灵，去除烦恼和执着。修行者可以通过定心、观心等方法，使心灵保持清净，达到内在的平和与提升。内眼经揭示了心灵的奥秘，通过阅读和修行这部经典，修行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达到自我进化和提升。这不仅仅是宗教修行的目标，也是个人心灵成长和智慧提升的重要途径。第三大类，开示佛性。内眼经强调每个人本具佛性，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，可以唤醒这种内在的觉悟和智慧。这种认识不仅能带来内心的平静，还能启发修行者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。内眼经中对佛性的开示，深刻揭示了人类内在的觉悟和智慧的潜能。佛性本质具足，内眼经强调每个人都具佛性，以及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拥有成为佛的潜能。佛性是清净、光明和智慧的象征，它是每个人本质居住的内在品质，而
而非外界所赐予。佛性与觉悟，佛性并非显而易见，而是被烦恼、妄想和无明所覆盖。因此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开这些遮蔽，唤醒内在的佛性。觉悟即是认识到自身的佛性，恢复其原本的清净和光明。内心的平静与精神世界，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唤醒内在的佛性。修行者可以体验到内心的平静和宁静。佛性觉悟不仅仅能带来心灵和清净与安宁，还能启发修行者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，实现自我超越和解脱。每个人都具有佛性，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可以唤醒这种内在的觉悟和智慧。这种恩师不仅能带来内心的平静，还能启发修行者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。佛性的觉悟是佛教修行的核心目标。通过不断的修行和内观，修行者可以实现自我进化和提升，达到觉悟的境界。宜读内言，不读世间糟粕书。这句话之所以流传，是因为《楞严经》对于修行的指导如同一盏明灯，能指引人走向迷茫。很多人认为他的智慧深刻到足以帮助人逃脱世俗的纠缠和执着，将注意力转向自信和真理。因此读懂《楞严经》后，会发现世俗书籍的内容无法相比，因而往往对其他书籍的兴趣降低。第四大类，学习《楞严经》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？洞察心性，帮助修行者从根本上理解心灵和物质世界的关系。禅修指导，它揭示禅修的境界、路径及可能遇到的种种心境，保持清净，通过戒律和智慧保持内心清净，从而更贴近佛性，防范误入歧途。通过识别50种阴魔和身心的境界，帮助避免修行中的陷阱，开显智慧，增强人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和体悟，远离世俗的束缚与困扰。因此，《楞严经》不仅在佛教中有崇高的地位，更被视为开启智慧、引导心性向清净和真实本源的经典，适合有志于深入禅修和心灵修行的人系统学习。这一期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关注我们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您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。咱们下期再见。